大家好，我是海军。今天做一个韭菜馅儿饼，皮儿薄，馅儿又大，特别的解馋。如果你喜欢吃韭菜馅儿，可以试着这个方法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。盆中倒入普通面粉500克，加少许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用温热的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儿。想要和面，盆光、面光、手光，我们碗里要少留一点水，最后把它放在盆中，然后用这个面团再次沾面盆边缘的水，然后揣成团儿，边揣边沾，盆自然就变得光滑了。用这个方法揉出来的面，盆光、面光、手光。盖上盖子，醒面20分钟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来准备馅料的部分。一把控干水分的韭菜，给它切得碎一些。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碗中，韭菜碗中放入少许的酥油，搅拌均匀，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。碗中打入4颗鸡蛋，把鸡蛋液搅拌均匀。锅中放油，油温8成热，倒入蛋液。油温不用太热了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能形成小颗粒状。快速把鸡蛋划散，划成颗粒的状态。炒至鸡蛋形成这样的小颗粒即可，放入碗中晾凉备用。韭菜中加入晾好的鸡蛋碎，放入少许的花椒粉、2小勺盐、少许的小磨香油，增加香度。搅拌均匀。案板上撒少许的面粉，取出醒好的面团，不用揉了，直接搓成长条状。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，把面剂子整理一下，直接按压扁，擀成薄片儿，中间稍微厚一些，边缘稍微薄，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馅料，多放一些。薄皮大馅儿，然后用包包子的手法给它封口，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它掐掉，直接按压扁，稍微摁的薄一些。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电饼铛预热，刷少许的底油。油热后放入生坯，盖上盖子，先烙2分钟。饼的表面微微变色，涂少许的油，然后给它翻一个面。盖上盖子，继续烙2分钟。看见饼的表面微微鼓起，我们再次给它翻面。翻面再烙1分钟，烙至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按压能够快速回弹，就证明熟透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看看这皮儿薄不薄？韭菜馅饼就全部出锅了。看一下这个颜值，刚出锅，我烙了10张，刚出锅孩子就吃了1张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皮儿薄，馅儿又大。韭菜馅饼真的是我们北方人怎么吃都不够的一种美食。哇，好烫手！如果你喜欢，就试试吧。孩子要吃零食，今天就做一个好吃的零食，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。首先在盆中打入2颗鸡蛋，
把鸡蛋搅拌均匀，加入15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边搅拌，把面粉搅拌至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面半个小时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直接按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薄片儿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片儿，从中间给它切2刀。然后撒一点面粉防粘，把它摞起来，切成细一点的面条状，把面条抖散，锅中放油，油锅中放入一根筷子。筷子旁边有这种密集的小泡泡即可。放入切好的小面条，翻动一下，防止粘连。炸至小面条变成这样的黄色，即可控油捞出。不要炸得太硬了，太硬就不好了。锅中放入25克黄油，先把黄油融化，然后加入90克的棉花糖，20克的水，不断的翻炒，把棉花糖融化，搅拌至棉花糖融化，加入20克的奶粉。因为家里就有这种棉花糖，如果有纯白色的就更好了。融化后撒一些黑芝麻，加入我们炸好的小面条，快速翻拌均匀。准备一个容器，容器中加入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放入炒好的小面条，把它按压紧实，可以戴一个手套，防止烫。按压紧实以后，放在一边晾凉。晾凉后放在案板上，切开看一下，外表是酥的。颜色还挺好看的，粉色。沙琪玛这样做口感特别的好，表皮是酥酥脆脆的，内里还特别的松软，可好吃了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在家试一试哟。玉米面加白面做了一锅蓬松暄软的大馒头。如果您不会蒸馒头，可以按照海娟这种方法，保证光滑蓬松暄软。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制作。首先，盆中加入100克玉米面粉，用150克的开水烫一下，边烫边搅拌。用开水烫玉米面能够改善玉米面粗糙的口感。搅拌均匀后，放入300克凉水，加入5克的酵母，8克白糖促进发酵，搅拌均匀。分少量多次加入4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，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看一下，面团已明显变大，有这种密集的蜂窝组织即可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多搓揉一会儿，排干净里面的空气。
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，下成大小均等的面剂。拿过一块面剂，撒一些薄面，由外向里多搓揉几下，把薄面揣进去一些，然后给它整理成圆形，搓成馒头的形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做好的馒头放入碧莲中，碧莲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面10分钟。看一下，馒头已醒发至明显变大，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开中火，把水先烧开，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，立马打开盖子。哇，真不错，特别漂亮。馒头就全部出锅了，看一下，这样做出的馒头，趁热摁压都不塌陷，不回缩，粗粮细做，营养又好吃。您学会了吗？以后蒸馒头可以少掺一些玉米面哟，口感又是不一样，是不是超级的省事儿？如果您喜欢，就记得关注海娟美食哟。我们明天见。早餐不知道做什么，海娟教给你。今天分享一个家庭版的小油条，只放酵母和鸡蛋，蓬松又暄软。掰开里面看一下，个个都是空心的。关键是做法超级的简单。盆中打入3颗鸡蛋，加入3克的酵母，3克盐，5克白糖促进发酵，150克清水。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，分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边捣边搅拌。面粉的多少，我们要根据这个鸡蛋的大小来决定。我放了400克的普通面粉，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，加入10克的食用油，下手揉成团儿。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儿。面团的表面刷少许的油，让它更好的醒制。盖上盖子，醒发40分钟到1个小时。看一下这面团醒发的状态，基本上是1倍到1.5倍的大小，不需要完全醒发。接下来案板上撒一些干粉防粘。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面团的表面也撒一层干粉，轻轻压扁，然后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长条形的厚片儿，擀成这样厚度大约为半厘米的长条形面片儿。然后切成宽度在1.5厘米的宽条，在面片的中间部位切开，一分为2。然后我们用一根竹签在下边遗留的面片中间打上一条水线，让它更好的粘合。然后上下2个面片对叠起来。全部对叠好以后，用一根干净的竹签
在中间的部位压上一下，这样炸制的过程中，两片面片就不会分离开了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一个保鲜袋，2次醒面10分钟。起锅烧油，油温达到7、8成热，放入生坯。生坯蓬松些的，立马给它翻面，不停地拨动它，它会随着油温的升高越鼓越大。因为我们发面的时候放了鸡蛋，所以看起来特别的蓬松。全程保持中大火炸，防止把油条炸硬。炸至颜色金黄，特别漂亮，即可控油出锅。这样制作的家庭版小油条，大家喜欢吗？学会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经济实惠，简单又卫生。可以把水换成牛奶，吃起来会更营养哟，一点都不比外面买的差。无论是搭配一碗白粥还是奶茶，那味道好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。玉米面别再用来蒸馒头了，它可以做成不同的美食。海娟就分享其中的一种，粗粮细做，健康营养又简单。蓬松暄软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00克的玉米面，加入200克滚烫的开水，边倒边搅拌。玉米面用开水烫一下，能够激发出香味儿，吃起来口感更加的细腻。搅成这样的面絮状，晾至微凉的状态。用手试一下，这个玉米面晾至微凉的状态。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一点点白糖促进发酵，不能吃糖的可以不放。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普通面粉200克，把所有食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至这种大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。如果在揉制的过程中觉得面团发硬，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温水，因为鸡蛋的大小不同。看一下，中度软硬，密封醒发至2倍大。40分钟后，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发好了，都是这样的蜂窝状。案板上撒一些干粉。把醒发好的面团移过来，撒点干粉，搓揉，排干净面团里的气体。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。搓好以后，切分成等份的面剂子。取过面剂子，由外向里搓揉均匀，整理成圆形的小面团。再搓成长条状。揉好的长条形生坯直接压扁，用擀面杖擀开擀长。擀成稍微薄一点的牛舌状面片，然后在面片的中间部位给它切上一刀，注意顶端不要划通。然后2片面片抬起来，左边压右边，右边压左边，像编小辫子一样给它编制起来。左边压右边，右边压左边，以此类推。
最后的小尾巴捏在一起，然后给它翻个面儿。翻面以后，从小尾巴的一边给它卷直起来。尾部捏一捏，捏严，收紧，贴在一边，往后整理一下。一个玫瑰花的形状就制作完成了。电饼铛或者平底锅中薄薄的刷上一层油，把我们做好的玫瑰花卷放上来。放好以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面15分钟。看一下，生皮醒发着明显变大，这时候盖上盖子，中火煎至3分钟。煎至3分钟之后，我们倒入清水，没过花卷的1/3处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中大火把水分收干。接着这个玻璃盖，我们会发现这水分已经收干了，大约需要了10分钟的时间。打开盖子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，蓬松暄软。喜欢吃的您也赶快动手试做吧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底部，哇，漂亮，看一下。底部金黄微脆，表面暄软好吃。再来一个看一下，个个都特别的漂亮。一种做法，两种口感。喜欢吃玉米面的家人们，您赶快动手试做起来吧。我是海娟美食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不同的美食视频哦。海娟谢谢您的一路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，需要一点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体内的热量。今天海娟就分享一款家庭版的大炸饼，蓬松暄软，关键是做法超级的简单。盆中准备普通面粉1斤，起锅放入50克的胡麻油。这个胡麻油不管是做出来的炸饼还是烙饼，香味十足。中小火烧油，烧至这个油看它表面微微冒小烟儿，放入1双筷子，迅速起泡泡的状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烧好的热油迅速浇到面粉上，然后把面和油充分的混合均匀，晾至微微凉的状态，然后用手给它搓一搓。搓一搓是为了面和油更好的融合。搓匀以后，从中间画一趟线，给面粉1分为2。一部分面粉用18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，这样做出来的炸饼柔软又好吃，凉了也不会干硬。注意加一部分水，一定是开水。另一半的面粉中打入1颗鸡蛋，大约60克左右，加入3克的酵母粉。酵母粉最好用耐高糖的酵母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白糖，我加了是25克的白糖。不喜欢吃糖的可以放一点盐。最后再加入120克的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全部搅成这样的面絮状，晾至2分钟。因为另一部分的面粉用开水烫过，如果现在融在一起和成面团，会使酵母失去它的效果。晾至2-3分钟，用手摸一摸，这个面变得微凉了，这样才可以揉合在一起。下手揉成团儿。这个面团含水量特别的大，刚开始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粘手，揉上几下，因为里面有油就不粘手了。在盆里不容易揉制均匀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揉成团儿，
移到案板上，用洗衣服推拉搓揉的方法把面揉光揉匀。看一下这个面团揉好的状态，一点都不沾案板，变得光滑又柔软，一点也没有颗粒状，表面光亮光亮的。直接放回盆里，放回到大盆中，盖上盖子，醒至40分钟。经过40分钟的醒发，我们看一下面团，表面有针眼状，看看里面有明显的蜂窝孔，证明面团已经醒发好了。直接移到案板上，案板上撒一些干粉防粘。醒好的面团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给面团搓揉排气。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。搓好以后，先给它分成3段，让它平均分，然后再切成均等的面剂子，一个面剂大约50-60克。这个面剂子大一点小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取过一个面剂，由外向里搓揉均匀，反面朝下揉圆，揉成这样圆形的小面剂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把剩下的面剂依次做好。取过揉好的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擀成圆形小饼，不要擀得太薄，碗口大小即可。擀成这样的小圆饼，表面撒一些干粉防粘，对折过来，用切刀在中间的部位切上2刀，注意顶端不要划通。打开，一个小圆饼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。小饼的生坯全部制作完成了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醒面10到15分钟。10多分钟以后，看一下所有的小饼变得胖乎乎的，明显的变厚了。按压一下，能够快速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起锅烧油，油温达到5成热，也就是放入1根筷子，底部有小泡泡产生。油热以后，开中火，放入醒发好的小饼。小饼下锅以后，千万不要着急给它翻面，中火慢炸，让它颜色更加的均匀。看到小饼的表面鼓起来了，这时候给它翻动一下。全程要保持中火慢炸，防止表面炸火大，内里还熟不透。炸制的过程中火候非常重要，一定不要开大火，也不要太小了，中火慢炸。看到这个饼的底部变色了，这时候再次给它翻面。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分钟左右，炸至小饼的2边全呈这样的金黄色，控油出锅。朋友们看一下，家庭版的小炸饼就出锅了，制作简单，过程简单。掰开看一下里面蓬松暄软，虽然是油炸的，一点也不吸油。如果您也喜欢，赶快动手试做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谢谢您每日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了最基础的小油饼，蓬松柔软，做法超级的简单，最适合新手制作。如果您也喜欢，咱们一起来做吧。盆中倒入中筋面粉1斤，加入340克的温水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大面絮状，揉成面团。因为和这个烙饼的面要柔软一些，放的水量大，
所以揉制的过程中有一些粘手，我们不需要给它揉光，只需要成团即可。盖上盖子，醒上15分钟。10几分钟以后，面团的表面撒一些干粉，再来揉面。这时候的面就变得没有那么粘手了。把面揉光揉匀。面团经过醒制一会儿，很容易就能把面揉光。揉成一个表面光滑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再醒上20分钟。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不用搓揉，下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。接下来把切好的面剂子4个角往里收，整理成一个圆形的面剂子。所有的面剂子依次类推，全部做好。取过一份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圆形小饼状。不用擀得特别大、特别薄，稍微厚一点即可。擀圆就行。擀成这样的小圆饼，饼的表面淋少许的清油，涂抹均匀，薄薄一层即可，只要抹均匀就行。用切刀在半径处切上一刀，沿着切口处，我们给它往上卷制起来。卷到一半的时候，固定重心点。封口处一定要捏严捏紧。如果怕捏不紧，我们再给它捏一遍。层次推进器，底部收口，同样捏严捏紧，不要露出油来。大头朝下整理一下，用手转一圈，压扁，一个面剂子就制作完成了。做好的面剂子放在保鲜膜下醒面5分钟，把剩余的再全部依次类推。取过醒制好的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上推下拉，擀成薄一点的饼状。擀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给它翻面，这样让它层次更加的均匀。擀成盘口大小的小圆饼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预热，刷少许的底油。油热以后，放入饼皮，转动一下锅壁，让饼受热更加的均匀。看到饼表面微微变色，淋少许的油。淋油以后给它翻面，翻面之后继续转动饼锅，这一步就是为了让它花纹好看，颜色一致。用铲子翻开看一下，变色了即可翻面。翻面以后烙个10几秒钟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分多钟。烙至饼的两边金黄，看一下已经饼变厚了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小饼制作方法简单易学易上手，咱们看一下里面的层次，要多软有多软。再看一下层次，层次真的是层层叠叠，特别的分明。喜欢吃家常饼又不会做的，这会儿可以动手了哟。我是海娟，谢谢您的陪伴。大家好，欢迎您走进海娟美食。我们这因为口罩关系，已经封闭小区第5天了。有身边的朋友不会蒸馒头，今天海娟就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比馒头还好吃，做法超级的简单。看一下这个颜值，馋到您了吗？大盆中打入1颗鸡蛋，加入220克的温水，再加入220克的温牛奶，5克酵母粉，10克白糖促进发酵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让它微微有一点甜味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
搅拌至酵母融化后，接下来准备1斤半的面粉，家里人口少的可以减1半的量，放一点点的小苏打或者泡打粉，然后分少量多次的加入盆中，边倒边搅。搅拌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这个面需要多揉一会儿，一定要把它揉匀、揉光，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儿。盖上盖子，醒发15分钟。看一下这个面团儿有微微醒发的状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案板上少撒一些干粉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团儿，给面团搓揉，排干净里面的气体。揉成一个表面稍微光滑的大面团儿，直接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儿。擀成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大片状，用擀面杖卷起面片放在蒸屉上，再整理一下，在面片的表面喷上一层水，撒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然后用刮板轻轻的给它压一下，防止出锅的时候果干脱落。盖上一个保鲜袋，2次醒面15分钟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面片醒发的状态，用手轻轻按一下，立刻回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放入蒸箱，家人们，这个是蒸箱啊，不是烤箱。开中大火蒸25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先不要出锅，焖上2分钟。现在可以出锅了。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之后，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，切开看一下。从中间一分2半。切的过程中，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它切开，不要一下子摁到底。再竖着给它切开，切成小块，就可以装盘开吃了。切好以后再对半切开。如果家里没有蒸箱的，我们就可以用蒸屉来给它蒸一个圆的，不管什么形状，只要口感好，依然美味。切开以后，我们拿起一块看一下里面蓬松暄软，真的是比平时的馒头还要松软。关键做法特别的简单，最适合新手制作，一次成功。小区里不会做馒头的姐妹们可以尝试着做起来哟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超级简单，儿子最爱吃的早餐鸡蛋葱花饼。下面开始制作。首先，盆中倒入300克普通面粉，少许的盐，200毫升温水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成这样的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，揉成一个特别柔软的面团。盖盖醒面20分钟。醒面的时候，我们来切一些小葱花。碗中打入4颗鸡蛋，加少许的盐，快速搅散备用。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，拿出醒好的面团，看这面团醒得特别软。要想家常饼好吃，这个面一定要醒得像耳垂一样柔软。醒好的面不用搓揉了，直接切成2等份。拿过其中的一块面团，按压扁整理一下，直接擀成长方形大薄片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片，表面涂一层油，
均匀的涂抹开，再撒上一层小葱花，从底侧给它往上折叠，按压，再折叠，再按压，再折叠，再按压，排出里面的空气。竖着从中间切开，拿过一条，给它抻长，然后从一侧卷起，尾部按压一下，放在底边，看一下这层次，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拿过第一个做好的面剂，按压一下，直接擀成薄饼状。擀成薄厚大约0.3厘米的薄饼皮即可。平底锅预热，放少许的底油，放入擀好的饼皮，烙制1分钟，烙至饼的表面变色，放1勺鸡蛋液，涂抹均匀。烙至鸡蛋液稍有凝固，给它翻面，表面再浇一层鸡蛋液，涂抹均匀。烙至饼的表面鼓起，再次翻面，烙至饼的两面金黄，全部鼓起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看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鸡蛋饼特别的柔软，而且特别的有营养，加上一杯牛奶，再抹一点辣酱，更加的美味哟。记得关注我哟，我是海娟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了一个肉末千层卷，看着有没有食欲？特别的咸香又美味，操作简单好上手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了。盆中倒入4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4克酵母、8克白糖，促进发酵。用220克的温水和面，先把酵母化开，边倒边搅。搅拌至单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。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，盖上盖子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至2倍大。这是我提前搅好的半斤猪肉馅儿。下面我们来炒一下肉馅儿，锅中放油，油热后放入猪肉馅儿，给它翻炒一下，炒至肉馅变色，加入少许的花椒粉、鸡精、1勺豆瓣酱、酱油，再放一点点的盐，继续翻炒。把肉馅炒香，放在大碗中晾凉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切一些小葱花，案板上撒少许的干粉。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多给它搓揉几下，排干净里面的空气。面团揉匀后，直接按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儿。擀的过程中，如果怕粘连，可以多放一点揉面。擀成厚度大约为0.5厘米的薄片即可。放上我们炒好的馅料，然后把它平铺均匀。肉馅平铺均匀，再撒上一层小葱花。
然后从底部给它卷起来，继续往上卷，卷成一个桶的形状。然后切成2厘米左右的段儿。电饼铛先不用预热，刷上底油，放入我们切好的生坯，暂时不要开火，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，2次醒面10分钟。看一下生坯一醒发至明显变大，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开小火，给它先煎5分钟。煎至生坯的底部呈这种金黄色即可。这时候我们加入半杯的温水，没过生坯1/3就可以。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，把水分收干，大概需要7、8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。哇，漂亮！这时候我们先不要出锅，盖上盖子，再焖2分钟。时间到，可以出锅了。底部是这种金黄色，内部暄软又咸香。出锅了。如果您在家不知道该吃什么，可以试试这种做法哟，咸香又美味。我是海娟美食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土豆丝饼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青菜特别的少，我们这地方盛产土豆，老妈储存了特多的土豆，咱们就每天用土豆做美食，连续1个月，每天不重样。下面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去皮的土豆，洗净，用这个擦丝器擦成细丝。把土豆擦成丝后，再来切一些葱花，再切一些姜末，切好的姜末、葱花放入土豆丝中，碗中打入1颗鸡蛋，搅拌均匀，放入土豆丝中。加入少许的花椒粉、鸡精、盐，再分少量多次加入面粉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土豆丝变至粘稠，不再松散的状态即可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多放一些油。涂抹均匀，手里放一些土豆丝，先团圆，再按压成饼状，放入锅中，再次按压扁，整理成型。不用盖盖子，先烙5分钟，烙至底部呈金黄色，给它翻一个面。哇，漂亮！继续再烙3分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翻面看一下。哇，正好，烙至2面都呈这样的金黄色。即可出锅，闻着香喷喷的。土豆饼就全部出锅了，看一下，2面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特别的漂亮，看着是不是就想吃？家家厨房都有的食材，
我们也可以做成美味的早餐饼哟。如果您喜欢，就记得关注我哟。我是海娟美食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懒人一锅出，有肉有菜，特别的好吃。如果您今天不知道想做什么，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起来哟。我们先准备一碗淘洗干净的大米，给它放入清水，先浸泡15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再切成小条，最后切成小方块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朵泡发好的香菇，切成小一点的颗粒。再准备一些青豆，熟的玉米粒放入碗中备用。锅中倒入清水，放入排骨，放入葱段、姜片、2颗八角，开火煮3分钟。然后我们打掉表面的浮沫，把排骨控水捞出。锅中放油，油热后放入排骨，煎至排骨底边变色，给它翻一个面。煎至排骨两面都变色，然后给它少加一点酱油进去，再加一些老抽上色，给它翻拌均匀。炒至排骨均匀的上色后，给它加入开水，加入葱、姜、八角，1小勺盐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慢炖20分钟。泡好的大米去掉水分，倒入电饭锅中。排骨也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这调料捡出来，这样蒸出来的口感会更好。这时候我们把配菜放进来，翻拌均匀，让它炖至1分钟，让配菜也充分的入味儿。把炖好的排骨和配菜一起倒入大米中，然后我们给它翻拌均匀，汤汁要没过大米1指即可。如果汤汁不够，可以少加些水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直接摁煮饭键即可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如果你家有电饭锅可以定时的那种，可以前一天晚上把这些配料准备好，然后第2天早晨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排骨焖饭啦。我们给它撒些葱花，排骨的咸香，再加上蔬菜的清香，大米的软烂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这个做法真的是懒人的福音。如果您喜欢，就收藏起来。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